接下来我们的话题需要转向一些更需要特别关注的群体。张医生，对于已经患有糖尿病、心脏病等等慢性疾病的中老年朋友，或者因为各种原因需要长期服用各种药物的老年人，他们的肠道健康管理呢，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雷区和专属的方案呢？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是极为重要的。慢性病患者和多重用药的老年人，他们的肠道健康管理是更具复杂性和挑战性的，需要双线作战，就同时管理好原发疾病和肠道问题，并且警惕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那第一类是糖尿病患者啊，它存在一些风险的特殊性，糖尿病性的自主神经改变，长期高血糖呢可能损伤支配肠道的自主神经，导致糖尿病性的腹泻，或者糖尿病性的便秘，还有胃轻瘫都是非常常见的，也就是胃排空延迟啊，导致早饱、腹胀，而且结直肠癌的患病风险也会增高。大量的流行病数据显示呢，2型糖尿病罹患结直肠癌风险比糖尿病病人增加30%或40%。高胰岛素血症和胰岛素生长因子，我们叫 IGF-1水平增高也可能会促进肿瘤的生长。然后是感染风险，高血糖呢环境是有利于细菌生长的，肠道菌群失调，发生肠道感染和术后感染的风险会增加。那需要管理的要点就是血糖控制啊，这也是基石。强化血糖控制，在医生的指导下设定一个具体的个体化管理的目标。这也是预防和延缓神经病变，降低肿瘤风险的根本。再就是加强筛查意识。糖尿病病人就应该比普通人群更加严格的遵循结直肠癌的筛查指南。建议起筛的年龄呢要不晚于50岁，并且根据个人的风险因素，比如说病程控制情况和家族史，考虑更早和更频繁的结肠镜的检查。然后是针对性的处理症状。对于有糖尿病腹泻的病人，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调节肠道动力的药物，通过吸收水分的药物，并且严格排查其他的病因。那对于便秘的病人呢，则需首选增加纤维和渗透性的用药，比如说聚乙二醇，也就是泻药。需要注意某些纤维素的补充则可能会影响到血糖。第二类呢，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比如说缺血性肠病、动脉粥样硬化是全身性的疾病，供应肠道的肠系膜动脉可能会同样存在狭窄。典型的表现就是肠绞痛，在餐后15到1小时之内出现脐周或者上腹部的绞痛，因进食后肠道需要进行这个血量的增加供血不足所致。严重者呢，则可能产生急性肠坏死，进行急诊手术，死亡率是极高的。药物相关性的消化道损伤和出血。为了预防心血管的事件呢，我们会长期的甚至终身的去服用一个抗凝药物，叫阿司匹林或者氯吡格雷等等这样一些抗血小板的药物，或者华法林、利伐沙班等等抗凝的药物，这些都会显著的增加消化性溃疡和肠道出血的风险。尤其是联合用药，我们叫双抗同时应用华法林，同时应用氯吡格雷和血小板的，则会这个成倍的增加，或者合并使用非甾体抗炎药，风险也是加倍的。它管理的要点就是要识别报警的一些症状，通过了解缺血性肠病、餐后腹痛的一些特点，一旦出现就要及时就医。对于服用抗血栓药物的患者呢，则必须学会监测自测自己的粪便颜色。对于出现黑便、柏油样便或者鲜血便，就应该立即停药，并且紧急就医。然后是内镜操作前后的规范管理因为任何原因需要接受胃镜、肠镜、息肉切除等等有创操作之前，必须主动明确的告知消化科医生自己正在服用的一些抗栓的药物，药名以及剂量都应该告诉医生呢。会根据操作的出血风险以及个人的血栓风险，制定详细的停药和恢复用药的方案。患者呢一定不要自行的停药。然后是预防性用药，对于高出血风险的患者心内科的医生或者消化科的医生可能会建议连用质子泵抑制剂，也叫 PPI 来保护我们胃肠道的黏膜。第三类则是长期多重用药的老年人他也有自己特定的风险特殊性，
这就是老年医学中非常常见的难题。一方面呢，多种慢性疾病都需要药物的治疗；另一方面，年龄相关的肝肾功能下降会影响到药物的代谢，增加不良的反应。许多药物会有直接的消化道副作用，比如说便秘、腹泻、恶心，而且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可能会放大这些副作用或者损伤肠道。那它的管理要点就是要推行药物重整这是最核心的策略。建议每半年到1年呢，或者在每次出院期间更换主治医生的时候，携带所有的正在服用的药物清单，包括处方药、非处方药、中草药、保健品，所有药物，找到老年科医生，找到全科医生或者临床药师，进行一次系统性的评估。评估的目的呢，就包括检查是否存在一些不必要的用药，识别潜在的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且评估有没有对肠道影响更小的替代药物，简化用药的方案，减少药品的种类。通过药物重整可以减少因药物引起的肠道问题，从而也提高用药的安全性和生活质量。张医生呢，您为我们揭示了这个慢性病患者肠道管理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对于糖友呢，他们的核心要点呢，就是要管好血糖，提高筛查的这个警惕性，要意识到腹泻便秘可能是神经性的病变，更要知晓肠癌风险的增高。肠镜的检查呢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呢，关键词就是警惕缺血，严防出血。要记住餐后腹痛呢这个特殊的信号。服用抗栓药时呢，必须要像监测血压一样监测大便的颜色。做任何内镜检查前呢，必须告知医生用药的情况。对于长期吃多种药的老年人，一定要定期做药物大整理。请医生呢帮忙优化方案，从源头上减少药物对肠道的伤害。看来呢，特殊人群的肠道健康更需要精细化的管理。